惊蛰前后养多肉，莫忽视这件事做到为轻中1年，不注意会很被动。季打雨水节气过后，终于结束了期前阴沉的天气，阳光开始持续营业了。而伴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，多肉植物也逐渐进入生长期，越长越快，也越变越好看。转眼的功夫，惊蛰已经过了，还憋了一个冬天的幼友们呢，其实都在放肆的买，当然也有翻盆换土砍头入叶子的，总之就是忙并快乐着。不过在惊蛰前后啊，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很多幼友都容易忽视，那就是给多肉除虫。所谓惊蛰，在月令72后即解中有解，即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在冬天休眠蛰伏的虫子都被惊醒了，开始四处活动了。当然，季前产下的虫卵也在惊蛰前后开始孵化小虫子了。而这些虫子中，就包含着介壳虫等肉最害怕的那几种。正所谓春灭一只虫，夏灭万只虫。趁着惊蛰前后，它们刚刚孵化出来这段最虚弱的时候来除掉它们，这免去了它们在接下来大量繁殖的苦恼。做好了会轻松1年。而如果只是有虫卵，却没有及时除掉的话，之后可能就会非常被动了。那么惊蛰前后，应该怎样给多肉植物除虫防虫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今天分享一下惊蛰给多肉除虫防虫的内容，其实是要根据下面的几种情况来区别对待的。接下来咱们一起学习。重新上盆。如果是刚买的多肉植物，不管是带土的还是裸根的，我们到家后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重新上盆。而这些外来的幼肉，我们并不能确定它在之前的环境中到底有没有潜在的虫卵，所以在重新上盆之前，我们要先来个无差别杀虫。首先给它们洗根，把根系上可能会沾着的虫卵洗掉，然后尽量用自己的新土上盆。原来带的土如果实在不舍得丢还想用的话，也最好在太阳下暴晒一遍，然后在土中混入一定比例的小白药等杀虫药，这样才能够放心。而翻盆如果是自己一直养着的幼肉，比较知根知底，那么会放心一点，不过也要防患于未然。如果此时刚好要翻盆，那么正好也一起洗根换土，加点小白药等杀虫药重复一遍，上面的过程好放心。而如果暂时没有翻盆的打算，那么建议最好也能在盆土中尽量买点小白药来预防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可以在浇水的时候，在清水中加入定量的杀虫药来给幼肉灌根，用上2-3次也是很有效的。但要注意，不管什么药物都不能超过用量，否则适得其反。如果是自己养的多肉，去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虫害，虽然治好了，却一直没有翻盆的话，建议在惊蛰前后一定要彻底翻1次盆，把根系清洗干净之后再换新土上盆。至于旧土，建议直接扔掉，实在不舍得的话，也一定要在微波炉里转一转，或直接上火爆炒一下再用，以便把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。施肥在平时养多肉植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别给幼肉乱施肥，特别是一些自制发酵的肥料或肥水，因为我们很难保证机能发酵充分。如果发酵不充分的话，除了本身会产生叶量伤害幼肉之外，还特别容易滋生一些害虫。所以建议多肉杜绝此类肥料。如果想施肥，还是每隔1个月左右在盆土表面撒几粒长效缓释肥，让肥力缓慢释放才最为安全。是通风密不透风的闷湿环境，最容易滋生各种虫害和病菌。所以我们在平时养多肉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保持环境的干燥和通风，这样才能长久有效的预防虫害。总结，惊蛰前后是多肉植物除虫防虫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趁着这段时间做好除虫防虫的工作，做到位的话会轻松1年，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非常被动，千万不要忽视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惊蛰前后除虫的内容，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吗？如果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参考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